我叫麦克，是名狙击手，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。此时，我正驾驶着心爱的拖拉机去参加战斗。由于生活拮据，这是我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载具了。望着队友驾驶的坦克，我也偶尔露出羡慕之色，但仅此而已。人各有天命，我们无需攀比，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。到达前沿阵地，我麻利地跳了下来。首先，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，为友军探测周遭地形。8倍98K，随着搜寻一切可能的狙击地点。瞧，这里就有一个，下移锁定，一枪毙命。随后，我转移位置继续搜寻，又在一栋破楼中发现枪火一束。他只露出了枪管，脑袋还在墙后，但依然足矣。枪声刚落，只见身边友军中弹呻吟，听声边外有人摸了过来。我去的抬枪锁敌，然而对方后发先至，火力凶猛至极，8倍98K不太利于近战，我需要多费点功夫。对方倒地，我也需要些时间恢复伤势。其实自从换上英特11代酷睿 i9-11900K， 总感觉这游戏玩的是愈发流畅，手感也是愈发顺畅，甚至就连玩游戏的心情也是愈发舒畅。你们别笑，这不是心理作用，游戏过程中体验感是真的实实在在得到提升，主要表现在遇到一些近身对战等复杂场景时，再也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，也终于可以在战地5中享受到开启光锥后如丝般顺滑的游戏体验了。很快这个点位被我军攻占了下来，其他人已经驱车前往下一个据点，我也要加快速度了，毕竟这拖拉机确实跑得有点慢。其实在上一期 11900K PK 1090K 的视频发布以后，就有很多粉丝私信想知道他们的 i5、i7 是否有必要升级到11代酷睿，因为在实际测试中 11900K 是以绝对优势完胜 1090K 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核心数减少、性能不降反升的情况？喜爱钻研的我也特地查阅了大量资料，总算将里面的缘由了解了个清楚。谁让咱从小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。那么接下来就让麦克从一个游戏玩家的角度，结合相关资料为大家科普一下11代酷睿的一些技术特点，以方便大家决定是否升级。你们问为什么从游戏玩家的角度？因为玩游戏就是我的工作呀。不过在此之前，麦克先给大家看一小段关于当时11代酷睿发布会的片段，这对了解11代产品会更有帮助。就是它拥有新的处理器架构，然后呢有高睿频而且呢有丰富的超频能力，还具有人工智能加速指令。如视频中博士所说，11代酷睿升级了新的处理器架构，从之前6至10代酷睿的 Skylake 架构升级到了全新的 Cypress Cove 架构。新的架构必然带来全面升级，所以11代酷睿在高睿频、超频能力以及人工智能加速指令等方面都得到了相应提升。那这些提升在游戏层面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？来，让我们继续接着往下看。采用全新架构的第11代酷睿桌面级处理器，最高睿频可达 5.3G 赫兹，使得我们在游戏中能获得更高且稳定的 FPS。高 FPS 意味着玩家能更快地看到下一帧画面，让玩家容易瞄准移动目标，从而掌握制胜的主动权。细细想来，我之前在几次游戏测试环节中遇到复杂画面的时候，这颗 11900K 的频率就会飙升到5G 赫兹以上，高主频所带来的性能爆发才维持住了帧率没有出现较大浮动，保证了顺滑的游戏体验。但麦克知道，游戏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数据交互过程，就不仅仅只依靠一个高主频就能保证稳定的帧率。这颗 11900K 还有哪些更重要的提升呢？让我们继续看。第11代酷睿桌面级处理器将支持 PCIe 4.0 技术，这意味着对显卡而言，它和 CPU 之间的通信带宽将大幅提升。在原先16条通道的基础上，第11代酷睿桌面级处理器支持的 PCIe 4.0 技术，最高可达20通道。果不其然，11代酷睿不仅原生支持了 PCIe 4.0 技术，还将通道数升级至20条。麦克之前的 10900K 搭配的 Z490 主板只有16条 PCIe 4.0 通道，然后因为要存放很多3N 游戏，又加了一块 3.2T 的固态硬盘，硬生生抢走了4条通道，导致我的3080性能没能火力全开，一直处于被封印状态。而现在11代酷睿从 CPU 层面直接提供了16条 PCIe 4.0 通道给显卡，再额外提供了4条给固态硬盘，不仅显卡和固态硬盘都能得到全额的数据带宽，而且还是数据直通 CPU， 处于点对点通讯。如此一来，效率可就高了不少，难怪 CPU 在性能爆发时，海量的数据交换也能跟得上。但11代酷睿的提升仅体现在高主频原生20条 PCIe 4.0 通道上吗？当然不。游戏是个复杂的数据处理过程，必须多方面共同提升才能起到明显效果。就如下面所说。内存超频也首次对入门及主流玩家开放。对于追求性能超频的玩家而言，这能够使内存频率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。在上期视频里，小伙伴们还记得我们把内存在11代酷睿平台上超频到了多少吗？没错，
麦克把基础频率2400的内存超频到了3600，频率增幅达到了50%。虽然3600的内存频率对于 i9-1190K 而言还是没能满足需求，但要是换上基础频率为3600的内存，然后再给小超一下，那游戏帧率不是还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？可惜暂时没有财力实现。现在我们了解到了这块 i9-1190K 单核 5.3G 的高睿频，全核 5.1G 的高超频，原生20条 PCIe 4.0通道，以及强悍的内存超频能力，这些都让它稳坐游戏神器的宝座之上。但这些是属于硬件特性浮于表面的优点。经过更进一步的深化了解，我发现了本次11代酷睿还更新了人工智能加速指令。很多人可能对人工智能加速指令感到一头雾水，不太理解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用通俗方式来讲，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公式，一种算法。比如我们做一道算术题，从1加2加3加4一直加到99，本办法就是先算1加2等于3，再算3加3等于6，以此类推。这样不仅繁琐，还很容易出错。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算，先算1加99等于100，然后2加98等于100，如此一来是否简单很多？人工智能加速指令对渲染游戏画面是非常重要的。麦克在玩看门狗这款游戏时，偶尔遇到一些复杂场景， CPU 整体性能会在短时间内进行一个飙升，在性能飙升的同时，也连带显卡一起爆发，送完了 FPS 没有出现较大浮动，保证了更加顺畅的游戏体验。那么这次11代酷睿的 CPU 一共有 i5、i7、i9 3个规格，应该如何选择呢？很简单，一张图片分享给大家。这张图非常简单，我们只把差异部分放出来。至于以上所述的20条 PCIe 4.0通道、内存超频能力、人工智能加速指令等，这3个规格的 CPU 都完全一样，而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核心数、主频和缓存。比如11代酷睿 i5 处理器，虽然它只有6核心12线程，最大睿频频率也只有 4.9G， 但其他特性和 i7、i9 是一样的，也是专为游戏而生，可担大了。接下来是 i7， 很明显，除了最大睿频不如 i9， 其他都和 i9 完全一样。换个角度来说，不玩极限超频 ，i7 和 i9 玩游戏压根就没区别。这好像也是首次 i7 和 i9 之间差距如此之小，性价比真的非常高，专为硬核玩家而生。最后是 i9， 这就不用多说了，毕竟 i9 更高的最大睿频就代表着它还有更多的可超频空间，可以满足玩家对游戏一切近乎苛刻的运行需求，专为大神而生。那么本期针对英特尔11代酷睿的剖析讲解就暂且先到这里了，希望对大家的选择有所帮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